高考那天，我看见了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只是他衣衫褴褛，寒酸至极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一路尾随他进了校园，却发现他竟然跟我同一个考场，还是前后桌。他并没有发现我，许是骨子里的自卑，让他走路始终都低着头，一副怯生生的模样。当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震惊了。以我的水准，就是再考10次，我也是考不上清华北大的呀。我从小就有健忘症，听说是小时候砸到了脑袋，尤其是对学习那档子事儿过目即忘。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人生会因为一次高考飞升。当清华北大的电话打到家里来时，不只是爸妈，就连我自己都惊飞了。请问您是穆远飞的家长吗？恭喜您，您家孩子本次高考成绩745分，可以考虑入学我们清华大学哦，这边专业也是任由挑选。你好，我们是北大。这几天家里的座机都快被个大名校打爆了，而我也快被老爸老妈打死了，还不招来是不是？成天就知道窝在房间玩游戏，人都快玩脱相了还玩。说你到底抄了谁的答案？是不是考场舞弊了？每次打完以后，我妈都是同一句话啊，爸妈打你是爱你，要是不爱你，早就打死了你。可是爸妈，我真没有作弊呀，他们就这样，从小到大，从来不会相信我。但凡我跟别的小孩有一点矛盾，那错的肯定是我。但凡考试我得了高分，他们一定怀疑我是抄的。我倒是想抄，可就算给我看了答案，我一回头就能给忘了。至于邻居家的小孩被打瘸腿，我也不记得是不是我干的了。这次也一样，不过这一次连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。兔崽子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抄了人家前后桌的同学？得到爸妈的启示，我抓破脑袋仔细想，3长1短就选短，3短1长就选长，2长2短就选 B， 以蒙为主，以抄为辅，终于让我想起一些端倪。我是健忘没错，可除了学习以外的东西，我可是过目不忘。我一猜就猜到了是他，考场上那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人，一定是他。考试的时候，虽说我看不到他的试卷，我保证自己绝不是想抄袭他的答案哦，但是我却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他好像是有那个大病，叫啥来着？癫痫。对，我看到他答题的时候浑身抽搐，笔杆子跟打仗似的，哒哒哒哒摇个不停。可当老师注意到他时，他就立即恢复了正常。刚开始我还以为他跟我一样是个学渣，在作弊和作答之间选择了做法，但是很快就被打脸了。他的笔杆子又剧烈地颤动起来。这位同学，你答题时下笔轻一点，不要干扰其他同学作答。他不说话，也不抬头，只是诡异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仿佛是在跟老师玩躲猫猫一样，害得我都不自觉跟着他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时间过去3秒，他的笔杆子又开始做法啊，不对，作答了。看着监考老师充满杀气的眼神，我本想好心提醒他，可抬起的脚还没有踢到他的凳子，他手上的动作就停了下来。然后当监考老师闭目养神时，他突然转身，用一种阴恻恻又诡异的眼神看向我。看着他形同小丑般咧开的嘴角，仿佛是在说谢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勉强挤出一个不用谢的笑容回应。可是当他交卷走人时，答题卡上满满当当，整整齐齐的，让我叹为观止。莫非他真的会做法？更恐怖的是，接下来的考试中，他都会出现在我的考场，有时候在左边，有时候在右边，有时在前，有时在后，就好像跟我绑定了考场和座位一样，以至于我每场考试都心不在焉，紧张的连常背的口诀都忘了。终于在最后一场考试完后，我决定找他聊一聊。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提前交卷，而是将纸笔放在桌上，坐得笔直，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。偶尔当他意识到我的视线投向他时，他也会机械地转头冲我咧嘴一笑。这不笑还好，一笑更诡异了。我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新型人工智能，是我爸妈托人做出来代替我考试的，否则怎么可能跟我长得一毛一样，还同一个考场，距离我的座位也不远不近，4个方向轮流来。本想考完以后回家好好问问我那人傻钱多了爸妈，可是一回到家我就把这茬给忘了。要不是高考成绩高得离奇，我至今还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于是我试探着问他们，爸妈，你们确定没有使用什么人工智能手段支持我？爸妈听到这话，出奇一致的眉毛一拧，又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道，你干的。然后一起摇头，我没有。六目相对时，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隔着长长的谈判桌，我都已经听到了皮鞭回荡的声音。臭小子，还敢怀疑到老子头上啊！这就是你反思的结果。打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老娘有这个本事，早就把你那种脑子换了，还用等到你去参加高考？就你这样子做出来的，也是个人工智障，还人工智能，亏你想得出来！死里逃生的我终于呼吸到了外界的新鲜空气。爸妈的身影已经被我远远甩在了街头。同一时间，我打开手机准备联系好友，却下意识点开了某音。一条新鲜的凶杀视频被推送在首页。到底要多新的案件才算是新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在半个月前的离奇凶杀案。刚想划走的我，却被弹出来的受害者照片吓了一跳。
这不就是我考试前后左右的那个分身吗？他死了，我的心开始狂跳，看着这张几乎跟我一模一样的脸，已经变成灰色，仿佛看见自己死了一般。我下意识伸手挡住那张熟悉瘆人的脸，仔细倾听着老驴探案的解说。近日，衢州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抛尸事件，受害人系山河村一高中生，可怜的孩子刚高考完就被人杀害，抛尸河中，受害者是机械性死亡，死亡时间在1周前，尸体已经发生了巨人观，凶手已经锁定，案件正在侦破中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悬着的心也得到了些许宽慰，至少若真凶这么快落网，也算是对家属有个交代了。只可惜天妒英才，虽然他的行为有些诡异，但他的答题是真的规范，简直就跟印刷的一样。这点像我，虽然我成绩不好，却写得一手好字。看来我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嘛，能跟天才长得相似，还有共同的优点。手机里的解说员继续补充道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这位考生高考成绩只考得了364分，差一点，这1年的努力就不算白费了。看来是投河自尽。现在媒体都改口这么快的吗？以我高清的视力所瞟，他卷面整洁，甚至一处修改都没有，这不妥妥清华北大的料吗？怎么会只考了364分，还差1分就集齐365天了？这次考试不公平，我严重怀疑这次高考成绩的水分。像我这样浑水摸鱼的人，竟然考上了清北，而他那般认真的学霸却名落孙山。正当我感叹天道不公时，脑子突然灵光乍现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我俩的成绩弄错了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的名字叫关远山。高考那天，最后一场考试结束，他一直都没有离开座位，直到我走，他才跟在我身后出了考场。一路上我没有回头，而他也没有止步，像鬼魅一般跟在我身后。我走他就走，我停他也停，我都以为自己见鬼了。但鬼是不能见阳光的。于是我猛然回头，他竟然撑着一把伞，更诡异了。他似乎没有反应过来，见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也只是自然地咧开嘴笑。嘿嘿，快下暴雨了，同学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撑伞？像个傻子一样。这么大的太阳，你给我说要下暴雨，不是纯扯犊子吗？就算真下暴雨，你这破伞能遮得住2个人？我转身绕进偏僻的巷子，原本看他考试如有神助，想跟他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，没想到是个二傻子，也就字写得好些。走出几米后，我发现他果然跟了过来，撑着雨伞，满脸堆笑地站在我身后不远处。每当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时，他总会咧开同样的微笑，说着同样的话。同学，快下暴雨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撑伞？这一刻，我真觉得自己撞鬼了。大白天撑伞，烈日当空，说要下暴雨，眼看周围一个行人都没有，气氛更加诡异了。我提不及走，他也在身后快速跟上，走了几步，我直接撒丫子跑了起来。跑着跑着，天空一声惊雷，我还没来得及抬头，倾盆大雨就盆扑而下。这时，一把破旧的雨伞及时挡在了我的头顶。同学，我没骗你吧？真的要下暴雨哦，嘿嘿。刚才还远在天边的声音，如今近在咫尺，我只觉得自己耳朵快裂开了。滚开啊！我没来由的怒吼一声，他立刻从我身侧移开2步，身体却前倾着给我遮挡暴雨的侵袭。转身看向他，方才还傻乎乎的面孔，此刻变得和蔼可亲了许多。静默的瞬间，就好像照镜子，不同的是，他面带笑容，而我面目狰狞。我问他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跟着我？你忘了吗？我们同一个考场的。”他说话不再傻乎乎的，整个眼神也充满了睿智。暴雨之下，京城河边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在这一刻达成了和解。谢谢你的伞。那我可以站进来了吗？那天我们在河边小亭里聊了许多，也聊得很投机。原来他来自一个名叫永和村的小山村，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。其实他一点都不傻，不仅不傻，还智力超群。因为小时候常常因出色而被人欺负，他爸妈便让他装傻，就算考试能考100分，也只可以考80分。因为当他比别人优秀时，在老师看不到的角落，他总是被欺负得最惨的那一个。高中时，当别人都在想着谈恋爱时，他思考的是考清华北大，这就是差距。而我就是那个一心只想谈恋爱的舔狗。他说他也有过心仪的女孩，但如今的自己给不了他任何。等上了大学，他就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带给他幸福快乐了。听说大城市里的人素质都特别高，说话很好听，不像乡下，说话都很直接，难听伤人。我看着他纯真的眸子，是啊，城里人只是多了些虚伪。人都是会权衡利弊的，当你强大时，别人会包容你的缺点，可当你弱小时，别人会放大你的不足。我身在这样的圈子里，再明白不过了，所以我从不爱参加那些有钱人家的聚会。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关同学，愿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自己。他说，看我的穿着，应该是从小就衣食无忧，他很羡慕我。我没有否认，衣食无忧没错，不过也并不见得有多快乐。以前我家也住在乡下，
爸爸年轻时叛逆，被爷爷赶出家门，让他学会独立自主。他倒好，直接跑到乡下娶了个老婆生孩子。所以，我也是3年前才跟着爸妈回到城市。爷爷过世了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爸爸，我自然而然也住进了现在的大别墅。只是日子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，爸爸还是那么不太机智的样子，只会嘿嘿傻笑。除了打我的时候比较精神，其他时候都跟没睡醒一样。老妈呢？精明中带着一丝野性的蠢笨。她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从小就对我寄予厚望，一考差就使劲打我，像是在发泄着什么。或许是爸爸的基因让他有了信心，觉得我也终有一天会鹏程万里，创下跟爷爷媲美的基业。可惜让他失望了。我从来就不爱学习，也不是那学习的料。如今高考成绩出来，他们如愿以偿，反而不相信我了。不过我的高中也并非一无所获，虽然我成绩不好，可是我讨媳妇的本事一绝呀。班里已经好几个漂亮女孩跟我约定今生了，只不过我心有所属，实在分不出多余的心思给他们。关远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八卦我心仪的女孩，反而是沉浸式的跟我说起了他心仪的姑娘。我跟他的初识是在一家餐厅，那天我实在饿得慌，想去买一个汉堡，可惜钱不够，是他帮我付了款。我有些不可置信，就这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，成绩很好，能歌善舞，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。我的女神也是。我静静听着她诉说，不过她比我幸运，那个女孩至少对她是有情的。从她的描述中，我知道了他们之间约会的地方，牵手的场景，甚至亲吻的时辰。说实话，我羡慕了。而我舔了女神3年，毕业了连她的手都没牵到，每一次都只能躲在背后默默幻想与她约会的画面，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重合了。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她或许都不知道我的存在吧。她太过美好，我不忍玷污她的生命，所以每次晚自修后，我都只是默默跟在她身后护送她回家，直到她进屋了，我才坦然离去。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是比牵她的手更让我感到知足的事情。也是因为她，我决心好好学习，头悬梁锥刺股。爸妈还以为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苦心。短短半年，我的成绩就突飞猛进，名列前茅。可是10年草包无人问，一朝闻名天下知。老师、同学乃至我的父母，他们都不相信这是我自己考的，只有我的女神。那天我收到了来自她的鼓励信，原来她一直都在默默关注我。我好开心，也决心为她考清华，只因那是她的目标大学。但是她却在高考前从我的世界消失了。听说她谈了一个男朋友，2个人你侬我侬，已经好久没来学校了。我守护了3年的女神就这么被人霍霍了，我发誓要找出那个人渣。可是高考结束后，我就把这事忘了。考完后的半个月，我足不出户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，与外界失了所有联系。而那次畅聊后分别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关远山。没想到在听到他的消息，却是他的死讯。我茫然来到朋友家，他在打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，可现在我一点兴致都没有。远飞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我问他，任宇辉，如果你不小心考上了清华，会怎么样？任同学听了，瞬间哈哈大笑，笑得前俯后仰，似乎我讲了一个很可笑的笑话一样。我跟你说真的，你会怎么做呀？他缓了一会儿才淡定下来，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，远飞啊，有些人咱追不上就不追了，天下好女孩多的是，不难过。感情他以为我在妄想跟女神一个学校，说胡话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考清华，以他的家境和成绩，就算直接保送也不在话下，当然没有人会注意他有没有参加高考。除了我，我是说如果万一呢？没有如果，也没有万一。宇辉很肯定地说。我有些不悦地看着他，你就这么不相信自己兄弟？宇辉苦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相信你呀，可是花小雨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结婚？他不上大学了吗？这个消息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而且完婚就出国留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小雨问个明白。就算他不接受我，也不能随便找人嫁了呀，去清华可是他的梦想。于是我趁夜来到小雨家楼下蹲守，我知道他有去夜间图书馆的习惯。果然晚上10点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回来了，身边还有一个女生，不是男生就好。他果然是被迫的。小雨，我杵在墙边，露出半截身子，轻声呼唤他。听见我的声音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微微一笑，打发他朋友以后就朝我走了过来。你有事吗？小雨，我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是吗？他尴尬笑笑，只是订婚而已，怎么了？听到还有希望，我迫不及待拉住他的手表白。这一刻我像疯了一样，只想把压抑3年的感情倾泻而出，怕下一秒他就被人抢了去。小雨可能是被我的深情告白吓到了，他的手在我手心里使劲往外挣，似乎我是什么很可怖的洪水猛兽一般。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小雨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爱了你3年，求你不要嫁给别人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情到深处，我竟鬼使神差地将他摁在墙壁上强吻，双手不停在他身上游走，如鱼得水。过了许久，见他不再挣扎，我才心满意足地松开。
小雨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太过激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失神地看着我，眼泪不停地掉。这一刻，我的心都碎了，疯狂地扇自己耳光。小雨哭着跑了，他说再也不想看见我。回到任宇辉的住处，我忍不住问：如果你强吻了心爱的女孩，他说再也不想看见你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听懂我的话，只笑着说：如果这个女孩子也喜欢你，大概率这句话就是撒娇；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另当别论喽。所以，小雨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呢？不喜欢他完全可以拒绝的，他的默认就是对我的鼓励呀。我豁然开朗。过了几天，我跑到小雨聚会的酒吧门口等他。这一次，他是和一群人一起出来的，听说这是他的单身狂欢派对。小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话音刚落，就迎上小雨响亮的一巴掌，并警告我别再靠近他，否则他就报警说我性骚扰。短短几天，他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小雨，滚！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怒，我不明白，他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从来没有像这般讨厌我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正当我要追上去时，他们的车辆已经开走了。突然有什么东西从我脑子里跑出来，花，彼岸花，对，是彼岸花。小雨的手上有一朵纹身的彼岸花，在哪里见过？到底是在哪里？我努力想，拼命想，想起来了，是关远山跟我提过。他知道我喜欢彼岸花，所以忍着疼痛跑去纹身店纹了小小的一朵在手腕上。你说他是不是很傻？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关同学怎么会认识小雨？更不可能是他心仪的女孩。我想起来，先前小雨给我写的鼓励信，阿远同学，加油哦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阿远，他口中的阿远是我还是关远山？难道别人口中他处的那个对象就是关远山？那也不可能。关远山长着跟我一样的脸，他怎么可能会拒绝我和他在一起呢？心烦意乱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关远山已经不在了，那就只有找小雨问问清楚了。如果他真的喜欢关远山，我可以退出。于是我又约了他好几次，他都不愿意见我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不见我，我就大闹订婚宴，他这才肯出来见我一面。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？他的态度冰冷异常，每一句都像刀割在我心上。我渐渐靠近，不自觉就要伸手去拉他的手。我想再看一眼那个纹身，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？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，见我靠近便下意识后退，还撸了撸衣袖，露出清晰可见的纹身。我震惊了，纹身是真的？你认识一个叫关远山的人吗？你闭嘴！小雨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关远山说的那个女孩就是花小雨，他们两情相悦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小雨，你喜欢的人是他吗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说完，他冷漠转身，不再给我多余的时间和解释余地。小雨，他是骗子。这一刻，我几乎可以确定以及肯定，关远山早就认识我，并且利用我对小雨的感情，让他误会并替代我跟他走在一起。是他伤害了小雨。听到这话，小雨停住了脚步，半晌，他流着泪转身，别再演戏了。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这种人。我哪种人啊？小雨，欺骗你的人是他，他冒充我，他够了。我讨厌你，厌恶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在巷子你对我的伤害。他哭着跑开了，我却呆愣在原地。他在说什么呀？什么晚上？什么巷子？小雨，你认错人了，那个人不是我呀，你相信我，他听不见我的声音，也不愿听我解释。小雨现在这样讨厌我，再找他也问不出什么来，可能真的会告我骚扰。为了查出真相，我决定先了解关远山这个人。如果真是他冒充我伤害了小雨，就算是他死了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鞭尸。我要向小雨证明，伤害他的人不是我，而是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畜生。原来他一直都认识我。从考场出来，不是我引诱他跟来，而是他早就盯上了我。他跟我分享的一切全都是假的，什么他和心仪的女孩恩爱，就连他住的地方都是假的。我根据新闻里的信息来到了山河村，这儿果然有一个名叫关远山的高中生死了。从村里人口中得知，他从小受尽养父母苛待，要不是因为成绩好，早就已经被辍学了。他养父母一家就指着他出人头地，带着全家人过好日子呢，谁知现在人没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怜的孩子，也不知道是哪儿飘来的野孩子，被这么一个人家捡到，真是造孽啊！他被养父母苛待，这跟他告诉我的完全不一样。他说爸妈很疼他，为了保护他才叫他装傻，从未提过自己是捡来的。他又骗了我。我越发坚信，伤害小雨的人就是他。当我来到村民指定的破旧屋子，早已人去房空。他们说他养父母一家为了领取抚恤金，连夜认领了尸体，拿钱走人了。但由于是捡来的，又有全村人作证，所以面目全非，可还是很容易凭借身上的学生证件就辨认出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些村民见到我却一点都不奇怪，毕竟我可是长着跟他一模一样的脸啊。我再次掏出手机要看一眼那条消息时，发现已经下架了。我在屋内仔细翻找着，虽然没有抱希望，但还是期望能找出点有用的东西。突然，角落里一处发霉的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我疯狂刨开潮湿的残渣，本应是一张完整的全家福，却只剩下一角。照片上的男孩十分眼熟，越看越像我自己，甚至看着看着就彻底变成了我。我吓得连忙将照片扔了。余光中，我仿佛瞥见了那张鬼笑的脸，是关远山标配的咧嘴笑。这才是真正的关远山，他长得跟我根本就不像，身形体貌倒是差不多。可为什么我看到的他跟我是一样的呢？剧烈的头疼袭来，似有什么东西要从我的脑子里钻出来。我想起来了，考试前我出过一次车祸，但问题不大，只是和摩托车擦肩撞到了头。当时医生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没有当一回事了。可能就是车祸后遗症，加上高考压力过大，才会产生幻觉，将他看成跟我一模一样。不过眉宇间却有几分棱角相似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不可能扮成我去伤害小雨呀。我打电话给任宇辉求证，原来他也知道这件事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有些愤怒。远飞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而是你自己都忘了。我们当然希望你好，况且那天晚上只是吓到了他，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来。我克制内心激愤，好好问他，所以真的是我伤害了小雨，对吗？可是任宇辉却告诉我，夜里真相，没有人能证明那个人是我，唯一的证人就是花小雨。他说抓伤了那个人的手。我掀起衣袖，看着仍有沟壑的抓痕，小雨没说谎，因为我自己都忘了这几道抓痕是什么时候有的。我真的伤害了小雨。刚要离开，墙上的一件小背心映入眼帘，那不是小时候弟弟经常穿的那件衣服吗？胸前绣着一只蹩脚的小羊，那是妈妈的杰作，我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，绣的是一只小狼。妈妈说哥哥要像狼一样保护弟弟，因为弟弟性子太弱了。不可能，呵呵，我苦笑，关远山不可能是我弟弟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近乎逃走似的离开了这个交通并不发达的穷乡僻壤。回程途中，我本就有些晕车，颠簸的山路颠得我脑子都要溢出来了。迷糊中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哥哥，我要学游泳，你教我好不好？老弟啊，这水深，等你长大些，哥再带你玩。湍流的小溪边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，看得岸边7岁的弟弟心急如焚。一回头，弟弟竟然也来到了浅水滩，我看他实在想玩，便没有继续阻止。我比他大2岁，自然能够游刃有余。可是，一转身，小伙伴们全都消失不见了。我听见一声哭喊，是弟弟溺水了。我想要救他，可是来不及了，周围没有大人，我使尽浑身力气也游不到他身边。就这样，弟弟被大水冲走了。回到家，爸妈并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是安抚我别难过。而我也是在这件事中为救弟弟被石头磕破了头，流了好多血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落下了健忘的后遗症，甚至都忘了弟弟落水以及有这么一个弟弟的事了。爸妈也没再提起。这些年，虽然我都是在他们棍棒宠爱下长大，但他们也是真的心疼我。曾经，我开玩笑问过他们一个奇怪的问题：如果我有一个弟弟，或者弟弟找回来了，他们会不会也像爱我这样爱他？我记得爸妈都异口同声说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我们只要有你一个儿子就知足了。那时的我好幸福，可是我在幸福的时候，弟弟却在乡下受苦。难怪他要报复我，一定是他报复我，才会在考试的时候趁我压力山大做一些诡异的事情恐吓我。也一定是他为了报复我，故意侵犯抢走我心仪的女孩，让她讨厌我。我终于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是小雨误会我了。平时我都有默默护送她回家的习惯，看到她安全到家了，我才会转身离开。我一直以为小雨是默许我的行为的，只是没有捅破，所以当我看到有另一个男生送她回家时，我的心态崩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一直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他们有说有笑，那个男生牵起了她的手。关远山跟我说过，他就是在送心仪的女孩回家时牵手的。那天夜里，他还吻了她。可是事情根本就不是他跟我说的那样唯美。那天晚上，我一直跟在他们身后，想看看他们是什么关系。直到我看见那个男生去牵小雨的手，被他拒绝了。那个男生先是一愣，然后趁着四下无人，将他拽进巷子。我迅速跟了上去，还是晚了。他整个人压在小雨身上，将他抵在墙壁强吻，上下其手。我突然明白，为何那天晚上小雨对于我的深情告白如此抗拒了。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，除了恐惧，根本不会有半分浪漫。我帮他赶走了那个男生，但由于夜色太黑，又是巷子里，我也没有看清楚他的长相。小雨已经被吓傻了，双手一直不停地挥舞着，长长的指甲划伤了我的手臂。最后，我看见他家里人下楼来寻他，小雨现在慌乱无比，根本就没有抬头看我。避免被他家人误会，我只得躲远，看着他跟家人一起上了楼，才安心离开。可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人袭击了，再次醒来，我就完全忘了这件事。如今想来，当初试图侵犯小雨的人，必定就是关远山没错了。他却用一种极其浪漫的表述告诉我，那晚是他第一次送心仪的女孩回家，他们牵了手，还在楼下缠绵很久。他说那是他最幸福的一刻。这个骗子，难怪他说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些莫名的熟悉，似乎在哪里经历过。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
几经打听，我找到了他的尸体，还停放在殡仪馆。听说他父母打算将他的遗体捐献，可是尸体已经呈现了巨人观，还没人验收。入夜，我趁着保卫松懈，扮作守夜的工作人员潜入。原来这殡仪馆里还有许多无人认领的尸体，或者家属直接丢弃的，而关远山就是其中一个。他们的尸体都被集中放在另一个房间。我鼓足勇气推开了无人看守的停尸房，看着眼前的白布裹尸，味儿重的我差点连胃都吐出来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一个一个掀开去找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敢勇闯停尸房。这一刻，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既然没人还我清白，那就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确定关远山是真的死了。终于，掀开最后一具尸体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他。每个尸体的脖子上都有一个署名的挂牌，关远山。他真的死了。可掀开白布的那一刻，我差点当场去世。巨人观的关远山，尽管四肢早已膨胀，但面部被放大的五官，肉眼可见的跟我一模一样。为什么？我怀疑自己又出现了幻觉，使劲捶打自己的脑袋，试图保持清醒。可是没有眼花，也没有错觉，他真的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突然，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。原来我早就见过他的，只是先前我没有放在心上。高二时去元和高中参加篮球联谊赛，我就见过他一次，但仅仅只是擦肩而过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还不是长现在这样，只是跟我有些相似而已。他正好从厕所出来，乍一看我还以为看到了自己。当时我们双方都吓了一跳，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注意到我了。我记得也是那次，小雨担任了啦啦队队长，而关远山就是对方的候补队，我们是一起上场的。或许他就是那个时候盯上小雨的。他知道我喜欢小雨，所以故意接近他，试图侵犯他。他早就认出了我，他还在记恨小时候被大水冲走的事。可是我不懂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来跟我们相认呢？如果他回来，我们一家人都会很开心的呀。电闪雷鸣的夜，我回到了家，开门的是妈妈。她看见被雨淋湿的我，显得格外心疼。菲菲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担心死爸爸妈妈了，快进屋，浑身都湿透了。妈妈一边关切，一边为我找来了干净的衣服。爸爸则急忙去为我放洗澡水，没有一丁点责怪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泡了个热水澡。出来以后，他们还等着客厅。爸爸弯起熟悉的笑脸凑了过来，一个劲给我道歉。宝贝儿子，是爸妈误会你了，我们已经跟学校确认过了，你的确是考了高分。此刻看着爸爸殷切的笑脸，我没有半分感动，只有畏惧。因为我现在才发现，他笑起来眉眼间几乎跟关远山一模一样。爸妈，我是不是有个弟弟？爸妈原本笑着的脸，听见我这么问，突然僵住了，但很快又强行挤出一抹微笑。俩人应和着：“菲菲呀，没有的事。”不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他被我弄丢，被大水冲走了，是不是？我近乎哭喊着问他们。爸妈听完都愣了，爸爸也不傻笑了，连忙拉住我的手解释：“儿子，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，还是遇见了什么人？你们以为我遇见了谁？”他们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，眼看瞒不下去，妈妈只好声泪泣下地如实道来。这事儿都怪你爸爸，说是怕影响你高考，就没跟你说。其实3个月前，你弟弟来找过我们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见的。弟弟竟然回来过。然后呢？别告诉我你们没有认下他。妈妈支支吾吾，欲言又止。爸爸抢过话：“儿子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没错，他来找过我们，我和你妈也很开心很震惊。但是他精神有问题，我从爸妈口中得知，弟弟这些年被吸血鬼养父母压榨，连读书都是政府资助的，他的精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当他找到爸妈的时候，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换一颗肾给他。爸妈眼看高考在即，不想影响我发挥，就婉拒了，还给了他一笔钱养身体。没成想弟弟一去不复返，再也没有找过他们。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？或许我愿意呢。一想到弟弟这些年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我就恨我自己。一定是爸妈的拒绝让他心生怨怼，才会心理失衡，想要报复我，故意伤害小雨，甚至出现在我的考场，做出那些诡异的行为。可是那天我们在河边聊了很久，一点都没看出他精神有问题。我是看着他离开的，他的尸体又怎么会出现在青城河里呢？对了，那天我们在亭子的长椅下刻下了彼此的心愿，当时他还不准我偷看。我疯了一般冲出房间，大晚上的，不顾雷雨交加就往河边跑。爸妈担心我，便带着雨伞跟了过来。很快我就来到了河边的亭子，那把长椅还在，我躺了下去。我的心愿，希望梦角逆天，考上清华。他的心愿，实现你的心愿。他写的被划掉了，并加了一句：“你也配。”是我的字迹。突然一声惊雷，我吓了一哆嗦，关远山的脸乍然出现在了一旁，就像那天我们一起躺在长椅下许愿。只是这一刻，他脸色惨白，还逐渐发胀，像个活死人。在我的惊恐尖叫中，原本掐住我脖子的关远山变成了爸爸妈妈，他们一直把我往外拉，眼里都是关切。菲菲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菲，快出来，你躺在椅子下面做什么？我出来后就抱着爸妈哭了，哭得很绝望。
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是我杀了关远山。那天他离开以后，我又把他约了回来。这个地方本就少有人来，出于对我的信任，他毫无防备，所以我杀死了他，抛尸河中。因为我发现了他落在长椅旁的东西，那是爸妈答应高考完后送给我的印章。只要有了这个印章，穆家大半的财产我都可以任意之用，如今却在他的身上。爸妈骗了我。其实从进考场前看见他，我就已经认出了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。我也知道他是元和高中的超级学霸。那天晚上，我看清了他的脸，在他欺负小雨的时候，雷电照亮了他的脸。那是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他拿着爸妈给的钱去做了面部调整，让原本就有7分像我的脸更像了。所以小雨才会认错人。而那天晚上，他也不是送小雨回家，而是跟踪他。他像个变态一样跟在小雨身后，在倾斜的灯光下与他牵手，更是到了无人之地巷子时，试图对他实施侵犯。小雨被他扇晕了头，才会把救他的我看作是凶手。许是念在我多年对他守护的份上，他没有跟学校举报我，所以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，他们全都瞒着我，知道我健忘。后来警察根据高考时的录像依例来家里做笔录，爸妈知道我杀了人，还极力为我掩护，哪怕知道我杀的人是他们的另一个儿子。这一刻，我开始恨他们了。今日时事，衢州知名整形医生系重度抑郁跳楼自杀身亡。我在客厅敲着二郎腿，惬意地看新闻。爸爸端了一盘水果递来，哟，我们宝贝儿子什么时候也开始关注犯罪时事了？爸爸笑盈坐了过来，跟我一起看。我笑笑摘下金丝眼镜，淡淡回他：爸，我专业报了解剖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爸爸明显一愣，但很快又挤出一抹笑。可是你从小不是就想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吗？法医也是医呀，一个是为活人治病，一个为死者伸冤。也是，你喜欢就好。爸爸犹豫着点头，看向我的眼神小心且试探。飞呀，你什么时候近视了？我轻笑一声，拿起桌上的金丝眼镜擦了擦，漫不经心道：大概是最近游戏打多了，感觉有些模糊。爸爸还想要再说点什么，却被插播出来的新闻吸引。近日，城东一环卫发现大量尸块，根据现场确认以及法医鉴定，并非来自同一人的躯体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如有知情人士。虽然没有回头，但我几乎可以想象爸爸的眉头都拧成一条线了。肥，这衢州最近不太平，没事别出去了呀，一会儿浮尸，一会儿碎尸的，太恐怖了。是啊，太恐怖了，可足不出户，哪天消失了，也没人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爸爸不确定自己是没有听清楚我的呢喃，还是他听错了。对于他的反问，我没有回答，拿起手机默默回了房间。A 市今日上午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，一辆红色小轿车径直撞上迎面驶来的大货车，轿车驾驶员当场死亡，死者为女性。是啊，是不太平，只是这句话他应该对出差 A 市的妈妈说才对呀。我看着手机里妈妈的照片，嘴角逐渐上扬。妈，你见到他了吗？看到他你一定很开心吧？窗外霓虹闪烁，远处2个小男孩蹦蹦跳跳，你追我赶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1998年的夏天，一个大男孩的朋友正来家里叫他外出游泳，他的弟弟赶路也要去。哥哥，带上我吧，求你了。哥哥还没发话，妈妈先开口了，带什么带？哥哥会游，你能吗？然后他停顿了几秒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挤出一抹微笑，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蹲下来笑盈盈对小男孩说：宝贝，你真的想学游泳吗？好，那你跟哥哥去吧，但是你得带上泳圈，去吧，在房间里。小男孩兴高采烈进了屋，一转身，妈妈蹲在大男孩身边，窃窃私语说了什么，大男孩连连摇头拒绝。宝贝，你听妈妈说，你这是帮弟弟，懂吗？妈，不可以，弟弟还小，妈妈轻轻拧了一下他的胳膊，交代他务必完成任务，却不知这一切都被小男孩看在眼里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妈妈竟然让哥哥在游泳时把他溺死。他不信，所以他装作很开心，跟哥哥来到河边，但哥哥死活不肯让他下河，哪怕游泳圈也不行。终于，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哥哥同意了。他装作溺水，就是想看看哥哥会不会听妈妈的话。当他溺水的时候，哥哥拼尽全力抓住他，却在最后一刻松了手。是他竭力向上游，抓住了哥哥的腿，才捡回一条命。他们都累得晕倒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小男孩发现自己在水中漂浮，他下意识大喊大叫，哥哥惊醒，拼了命去救他，可怎么也赶不上水的速度。而他在被水冲走的时候，明明看见了不远处，妈妈正眼神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方向。你家小儿子杀了邻居家的狗啊，小小年纪心肠如此歹毒，这小孩不会是超雄吧？你看隔壁老王家的儿子脑袋都被他开瓢了。老公，这孩子不能再留了，不行，咱们孩子只是生病了，我可以带他回去找爸帮忙。不知何时起，一个7岁的小男孩被别人定义成超雄。有些人学会一个词就拿来用，像极了他们没文化的样子。只因他3岁识字，5岁成诗，7岁就能教高年级的同学写作业。10里8村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被他们传成伤人害命的超雄。那条疯狗如果不死，那天死的就是哥哥。
老王家的儿子侮辱他妈偷汉子生的他，脑袋开瓢已经算轻的了。外界的流言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的家人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自己，甚至帮他说一句话。所以当他被捡到的时候，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嘴听话，不反抗。当他第一次在厕所遇见阳光开朗却一无是处的哥哥，他的心态失衡了。凭什么他这么蠢却可以得到父母全部的爱？凭什么连自己看上的女孩都因他的舔狗被感动？明明自己什么都比他强，只要爸妈同意，哪怕犹豫1秒让他捐肾给自己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我明明都计划好了一切，却还是在看见他对我伸出手的那一刻心软了。我多想停止这个恐怖的计划，可是我已经在他之前跟踪猥亵他的女神，在他救下女神后回家途中敲晕了他。我找到了最好的整形医生，用他爸妈打发我的钱做了面部调整。我给他注射了意识混乱的药水，只要看见我就会陷入认知混乱，让他把我看作自己。那天在青城河的长椅上，我们真的聊得很投机。他说如果我是他弟弟就好了，他被父母宠得很单纯，就差明示我暗恋的女孩就是他的女神了，他也听不出来我说的是谁。我甚至把那一场猥亵描述得极其浪漫，他还傻兮兮为我祝福。我们写下彼此的心愿，那一刻我是真的希望他的心愿能实现。原本我都打算收手了，可是他不该把印章掉落在我面前，让我杀心再起。他们为了防我，竟做到这样的程度，把穆家的财产都交到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手上。尽管考试之前我就已经做好替代他的准备，试卷上还填了他的信息，而他由于被我干扰，甚至连考试信息都没填。高考无名氏364分，哈哈哈！关于高考生浮尸的消息一经流出，立刻就被下架。没有人会在意一个考试投河自尽的废人，像一个笑料，过眼即忘。还有那一家3口，我在他们面前闭了10年的嘴，也该轮到他们了。不过我还是太仁慈，他们就算是死，也一家人整整齐齐。记忆回到此刻，看着手臂上蜿蜒的抓痕，想起那天晚上差点就得逞了。那天晚上的强吻告白是试探，如果他不记得也就算了，偏偏这个死丫头记性这么好，她看见了我的脸，那就不能出国了。多么完美漂亮的一张脸蛋，可惜是个瞎子，就凭你也想替他报仇。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，身份、名利、地位，我全都要。这本就属于我的一切，谁成为威胁，我就除掉谁。